恶魔撒旦降临人间，开启直播首秀，仅用5秒就斩获了1700多万美元。他们双眼泛白，对身边之人疯狂砍杀。就此，一场滔天浩劫也在世界各地悄然发生。故事还得从一场驱魔仪式开始说起。这个扎着丸子头的驱魔师名叫麦斯，正在帮男人驱除体内的邪祟，而现在他必须知晓恶魔的名字，才能对症下药，将其彻底铲除。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驱魔师，麦斯一边念诵咒语，一边泼洒圣水，很快被附身者就有了反应。他全身抖动，发出阵阵嘶吼，同时缕缕白烟也随之升起。下一秒，身后的白蜡烛却迅速燃起，原来是恶魔还想背水一战。麦斯见状，赶紧拿出十字架逼问对方的名字。面对如此强悍的克星，恶魔只好乖乖自报家门。随后麦斯便开始查阅资料，寻找对应的咒语。可就在这时，恶魔却突然回光返照，他控制着病床将麦斯撞倒在地，然后又缓缓坐起，试图发起猛烈进攻。紧急时刻，麦斯终于找到了驱魔咒语，可就在他念诵咒语时，却被恶魔一把拽到眼前。麦斯毫不畏惧，大声念出咒语，在咒语的作用下，恶魔元气大伤，发出一声惨叫后抽身逃离。同时被附身者也清醒了过来，家人看到后喜极而泣。就此，驱魔仪式也完美落幕。随后麦斯来到镜头前，要了一波点赞和关注后关闭了直播。同时2款专业驱魔商品也出现在了页面上，它们均为梵蒂冈教廷统一出品。请问作为忠实粉丝，你会购买吗？画面一转来到直播后台，所有人喜笑颜开，兴奋不已。原来刚才的一切并非真实驱魔，而是麦斯与好友德鲁精心策划的直播秀场。两人一个负责台前，一个负责幕后，很快就凭借直播带货实现了财富自由。可女友莱恩却劝德鲁放弃驱魔直播，因为他觉得麦斯并没有把他当朋友，而是在利用直播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等到时机成熟后定会逼他净身出户。女友希望德鲁能悬崖勒马，及时止损，可德鲁并没有放在心上，认为麦斯只是他的优质合作人。虽然两人一起赚钱，但自己才是真正的老板，麦斯永远都是一个打工仔。看来他还没经历过人间险恶。麦斯确实不是什么好鸟，他靠着自己的禁欲人设圈粉无数，部分女粉丝纷纷投怀送抱。一个正常男人哪顶得住这种诱惑？于是麦斯直接将粉丝约到家中享用，虽然这样能让他得到精神上的快感，但停滞不前的粉丝量却让他很是苦恼。申请大 V 认证也迟迟没有通过，导致他们的直播人气一时陷入绝境。为了改变现状，快速吸粉，两人决定请网红人妖出演被附身者，来场前所未有的花式驱魔直播。然而计划却赶不上变化。直播当晚，德鲁早早来到现场做准备，发现录音师对画像上的圣母图谋不轨，预示着恐怖之事即将发生。此时网红人妖正在来的路上，突然一个不明生物出现在眼前，他一路跑一路看，结果一个不留神就沦为了怪物的下酒菜。此时距离开播时间已经越来越近，而德鲁在苦等网红无果后，只好将重任交由女友莱恩来扮演。虽然莱恩很是不愿，但架不住男友用豪华旅行做诱饵，就这样莱恩被成功说服。有了女友的帮忙，德鲁轻松了许多。这时麦斯作为男1号也赶到了现场，而他干的第一件事却是向德鲁炫耀自己与粉丝的不雅视频，简直就是个衣冠禽兽的伪君子。不光私下和粉丝约会，还偷偷录下私密时刻。对此德鲁无心搭理，将稿子放在他跟前后，就来到了女友跟前做心理工作。因为这次直播他投入了太多，所以他希望女友能倾尽全力完成这次表演。殊不知这期直播早已被恶魔悄悄盯上，而在场的所有人也都将遭受巨大折磨。此时屏幕上显示已有25万人在线预约，同时直播也正式进入倒计时。麦斯来到镜头前等待开播，随着一段炫酷的开场，我们的驱魔表演也正式开始。麦斯熟练地读着提词器里的内容，可他却只引导观众关注他的私人账号，反而对他们驱魔直播的账号只字未提。看来麦斯正是莱恩所说的那种人，但莱恩又是怎么知道的呢？请带着这问题接着往下看。德鲁看到麦斯不提此账号，便将驱魔直播的官方账号打在了公屏上，随后他又通过监听器提示女友做一些浮夸动作。麦斯赶紧将祈祷经放在莱恩手上驱邪，下一秒直播间就出现了同款链接，原来驱魔直播也可以直播带货，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完事后麦斯便开始按照剧本询问恶魔的名字，随着灯光的变换和白色烟雾的出现，莱恩也非常配合地嘶吼了起来。德鲁看后大赞女友是个戏精，原来直播间里的所有作秀都是德鲁一手策划而成，不管是麦斯的台词，还是女友的动作，以及现场各种灯光烟雾道具的触发，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德鲁的贡献。就在这时，那个对着圣母画像图谋不轨的录音师却被莱恩的逼真表演吓得丢了魂，他害怕地瘫倒在地，好似真的看到了恐怖之物。为了不影响直播进行，录音师便来到卫生间面壁思过，没想到水池里的水却变成了诡异褐色，同时镜中的自己也变成怪物模样。结果下一秒，与此同时，另一边直播现场的莱恩也不再像先前那样按照德鲁的提示正常输出。为了避免冷场的尴尬气氛，麦斯只得硬着头皮临场发挥，他将更多圣水浇在莱恩身上，不料却招来了大片红色烟雾腾空飘起。所有人看到后当场蒙圈，因为他们并没有触发任何机关。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时莱恩也变得越发诡异，根本不按套路出牌。他一边低声抽泣，一边说着莫名其妙的单词。麦斯本想靠近听得更清楚些，结果等来的却是莱恩的一记重创。
男人被激怒起身就要反击，德鲁以为这是女友的即兴发挥，就提示麦斯淡定的配合表演，而麦斯为了顾全大局，也掏出了十字架表演性的镇压邪恶。殊不知莱恩早已被真的恶魔附身，再加上麦斯本身就是个半成品的驱魔师，所以恶魔根本就不惧这些雕虫小技，随后还把道具师叫到了身边调戏。道具师以为这是德鲁临时加的戏份，就配合的走了过来，因为担心直播露馅，他就把锅甩给了麦斯。只可惜话还没有说完，手臂上的火焰纹身就发生了自燃，而这一切全是恶魔在捣鬼。女助理见状急忙拿来灭火器，没想到灭火用品却在此刻变成了助燃物，就这样道具师被活活烧死在了直播现场。而屏幕前的观众们看到这震惊一幕，也纷纷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德鲁察觉不妙，便拿出手机报警，可身边的恶魔又怎会让他得逞，直接就屏蔽了全部信号。此时直播间在线观看人数已经超过30万，并且还在不断飙升，堪称麦斯的高光时刻。可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这次并非演习，而是遇上了真正的恶魔。麦斯来到镜头前试图向观众求救，然而恶魔又怎会坐以待毙，直接就将头顶的仪器摔落在地。面对这种没有剧本的突发事件，麦斯愣在原地不知所措，他只得弱弱地向德鲁发起求助，殊不知对方现在也是大脑一片空白。恶魔表示今晚才是真正的驱魔直播，现在谁也帮不了你，只能靠自己。如果你不能在剩下的49分钟里击退我，那我就会让莱恩变成碎渣。没想到这些话刚说完，莱恩就靠着顽强毅力恢复了短暂意识。德鲁看到女友在痛苦挣扎，出于担心就想上前查看一番，结果却被恶魔控制的桌椅板凳挡在了镜头外。这时恶魔又提出了霸王条款，他不准德鲁踏入镜头，更不准麦斯离开镜头，所有人都必须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一旦有人擅自离岗或逃离，他定会大开杀戒。麦斯不想坐以待毙，愤怒地向恶魔发起挑衅，没想到反被对方玩弄于股掌之中。他气愤地拿起圣经试图将其消灭，然而这一切却毫无卵用，因为不同的恶魔都有对应不同的咒语，如果想消灭他，就必须知道他的名字。此时的麦斯还想用十字架逼他说出名字，殊不知真正的恶魔才不会傻傻的自投罗网。恶魔见麦斯无计可施，就又想出了一个新玩法，他要求麦斯在限定时间内说出自己的名字，如果没有完成，那他就要接受场外观众的任意惩罚。一时间公屏上各种黄段子满天飞。这时德鲁也想到了一个妙计，他决定让麦斯和恶魔对话来拖延时间，自己则通过恶魔百科寻找突破口。因为对眼前的恶魔知之甚少，所以查了半天也没有任何收获。由于没有找到对方的名字，麦斯只得接受惩罚。还好恶魔选了一个相对人性化的惩罚方式，那就是当着40多万观众脱光衣服，如果他拒绝的话，那莱恩就得死。麦斯被逼无奈，只得乖乖照做。可恶魔觉得这还不过瘾，随后又给麦斯搭建了一个全新舞台，让他在玻璃碎渣上跳激情艳舞。没想到这一波神操作直接就将观看人数拉到了55万。惩罚结束后，三人趁着包扎伤口的间隙，开始商量对付恶魔的办法。这时女助手突然想起恶魔之前说的单词，她觉得这可能就是突破口，于是便拿出手机查找，发现这个单词竟然是说谎的意思。可恶魔究竟想干什么，他们还是无法破解。麦斯只好开门见山的去问，无奈恶魔就是一个字也不肯说。此时恶魔突然挣扎了起来，原来是莱恩获得了短暂的肉体控制权，他似乎有话要说，可恶魔就是不让他开口。就在莱恩即将窒息之时，麦斯连忙将手塞进他的嘴里，结果竟掏出来一条直播间的同款祈祷经。可莱恩的状况却并未好转，而是不停的口吐黑水，结合祈祷经和黑水，德鲁也知道了恶魔的真实意图，于是他便让麦斯对着镜头说出实情。原来他们销售的商品并非高大上，而是一些下三滥，不光祈祷经是地摊货，就连圣水也不是什么干净水源。麦斯坦言自己被金钱迷惑，请求网友原谅，然而这段忏悔还是没能缓解莱恩的痛楚，他又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喉咙。麦斯再次将手指伸进去打捞，没想到直接被对方咬断了2根手指。随后恶魔又吐出1枚金币扔向了德鲁，德鲁看到金币瞬间恍然大悟，原来恶魔还想听听他的罪恶故事。德鲁没有迟疑，脱口而出，直言自己就是个有罪之人。虽然他作为导演兼编剧为直播倾注了全部，但同时也背着麦斯理所当然的私吞了不少直播收益。然而面对这样的无耻行为，麦斯却没有怪罪德鲁，因为大敌当前，他们必须同舟共济。德鲁表示只要他们敢于承认过去的罪行，那么他们就有活下来的可能，但同时也必须留意与恶魔有关的线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恶魔赶走。但此时的女助理早已被逼疯，她只想尽快逃离这里，结果刚跑2步就被恶魔当场戳死。这下直播间人数直接飙升到90万，随着观看人数越来越多，直播信号也越来越弱。德鲁担心直播中断而害死莱恩，就直接冲进了机房寻找问题所在。没想到莱恩却在此时恢复意识，他祈求德鲁停止直播，不然就会招来更多恶魔，因为此恶魔背后还有一个超级大恶魔。德鲁以为这又是恶魔的蛊惑，也没当回事，一心只想快点将信号恢复正常。很快他就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原来是信号线已经被不明生物咬断，而这些不明生物正是袭击录音师的怪物。随着信号线被重新安装，直播也恢复正常。然而恶魔也再次起死回生，
重新霸占了莱恩的肉身。恰好此时录音师也从惊恐中醒来，他告诉德鲁自己之所以精神失常，是因为看到了附在莱恩身上的恶魔真容。他满嘴獠牙，浑身是毛，还同时拥有鸟头狼伸蛇尾巴，简直就是个四不像的妖怪。德鲁听后急忙将这些信息输入恶魔百科，试图查找到恶魔的名字，可结果竟出现了7个不同的答案，这让德鲁再次陷入两难。此时录音师仍旧活在担惊受怕中，突然几只怪物乍现眼前，录音师急忙向外面跑去，没想到他前脚刚跑出来，后脚那些不明生物就冲了过来。奇怪的是，只有录音师自己可以看到。麦斯看到录音师的狼狈模样，知道他看到了脏东西，便拉着他在圣母画像前虔诚祷告。在圣母的保佑下，那些怪物很快消失。就在两人以为躲过一劫的时候，恶魔却吹来一声口哨，怪物被唤醒，再次卷土重来。录音师为求自保，手持壁纸刀不停砍杀，结果却将自己划得遍体鳞伤，直接倒在了血泊之中。原来这一切只因他是个瘾君子，可他到死也没有领悟其中真谛。对于恶魔来说，纹身嗑药撒谎都是不可饶恕的罪孽。道具是因纹身而死，录音师因嗑药而死。至于德鲁和麦斯，其实也是将死之人，只是他们两人及时忏悔了各自的罪行，所以才会幸免于难。或许是恶魔留着两人的小命还有其他用处。看着同伴接连丧命，麦斯怒火中烧。可这时恶魔又玩起了新花样，他亮出上吊的电线和椅子，为麦斯亲手打造了一个简易断头台。麦斯很是不解，自己明明已经忏悔了全部罪过，为何还要以死谢罪呢？恶魔告诉麦斯，那是因为你感觉大众的观感比人命更重要，所以这次就用你的命当筹码来吸引观众，看看观众在知道了你的丑闻后还会不会帮你买单。但是他们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100%的点赞率，如果没有完成，那你就只有一死。屏幕前的观众看到要出人命，也纷纷送出小红心来拯救麦斯。此时的在线观看人数已接近250万，同时麦斯也站上板凳，做好了迎接死亡的准备。这时一位老太太突然从身后冒了出来，而这个老太太只有麦斯自己可以看到。原来麦斯还有罪恶之事没有交代，那是发生在麦斯与德鲁小时候的一件事。当时小麦斯因记不住教会里的祷告誓词，而经常遭受老师的惩罚。小德鲁担心小麦斯再次受罚，就帮他在课堂上作弊。老师发现后揪起小德鲁的头就往桌上磕，小麦斯试图阻拦，结果却不慎将老师推倒在地，导致铅笔插进对方眼眶而当场死亡。而那位老师就是现在这位老太太。因为此时麦斯来到了神学院做起了神父，试图通过向上帝祷告来救赎曾经的罪恶。但当他进入教会后，却发现掌管天堂钥匙的人竟是一群骗子和变态。由于耿直的性格与现实格格不入，很快麦斯便选择了退会，之后便和德鲁搞起了驱魔直播。虽然那些驱魔都是演戏，但也没有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何况还有这么多人喜欢看，因此他希望能得到观众们的原谅。在麦斯的真诚忏悔下，屏幕上的点赞率一路飙升，可数字达到96%时却戛然而止。很显然这又是恶魔的操控。这时莱恩突然大声嘶吼起来，麦斯看到他痛苦的模样，直接踮起脚尖悬在了半空。这时恢复神智的莱恩却告诉德鲁，德鲁看着还在飙升的观看人数，瞬间茅塞顿开。原来这一切就是恶魔的阴谋，就是以他们坦白罪行为噱头博人眼球，让更多人亲眼见证恶魔是如何打败上帝的。为了不让恶魔继续传递负能量，德鲁果断拔掉了直播电源。随着观看直播的人数急速下降，命悬一线的麦斯也终于恢复自由之身，同时附身莱恩的恶魔也再次苏醒。他威胁德鲁赶紧恢复直播，不然就会杀死所有人。这时麦斯也人间清醒，他劝德鲁不要听信恶魔，就算死也不能让他得逞。自己已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可恶魔却说只有自己才能看到一切胜败。德鲁听到这句话，大脑高速运转，既然恶魔能通晓世间的一切，那他应该和上帝一样古老。于是德鲁便从先前筛选的7个答案中再次输入古老这个单词，2次筛选，没想到还真被他找到了。原来这个恶魔叫亚蒙，是一匹口中喷吐火焰、枭首狼伸蛇尾的混合生物。他是所罗门72族魔神中位列第7的魔神，统治着40支恶魔军团，是地狱诸多恶魔君主中权势最强的一个。不仅能通晓古今之事，而且还擅长让朋友反目成仇，而这也为后面德鲁和麦斯反目成仇埋下伏笔。现在恶魔的名字已经知晓，只需要念出相对应的咒语就可将其打回地狱。为了让观众见证这胜利的时刻，同时也为了挽回自己的颜面，麦斯便让德鲁重新连上直播。就此一场真正的驱魔仪式也正式开始。就在德鲁给提词器上输入咒语时，恶魔却再次发起反击。他用电线把德鲁五花大绑后拉到镜头前，胁迫麦斯继续忏悔他和莱恩的罪恶。原来莱恩在与德鲁相识之前，还与麦斯有过一段恋情，对此德鲁一直闷在鼓里。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麦斯还将莱恩的颜色视频拍下来珍藏了起来。虽然德鲁知道麦斯有偷拍女粉丝的特殊癖好，但这段视频显然让他有些无法接受。就在这时，德鲁身上的绳索也被恶魔解绑，他二话不说，直接就将麦斯按倒在地，疯狂打骂。而麦斯自知理亏，也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就此，2个好兄弟也成功反目成仇。恶魔看着目的达成，仍旧不忘火上浇油，威胁德鲁必须
必须掐死麦斯，不然死的就是女友莱恩。听到此话，德鲁才意识到自己中了恶魔的圈套，他立马松开罪恶之手，暗示麦斯一起对抗恶魔。这时驱魔咒语也传送到了智能眼镜上，随着麦斯的不停念诵，恶魔也发出了阵阵惨叫，但很快他就将两人分离开了。德鲁被重物压倒在地，由于智能眼镜无法触及，他便拽下键盘把输入的咒语投到了提词器上。麦斯看到后继续念咒，很快恶魔就消停了下来。德鲁以为恶魔已经离开，就来到莱恩身边查看，结果恐怖的咆哮却再度袭来。Oh shit！恶魔骑到德鲁身上一顿胖揍，麦斯见状戴上智能眼镜继续念咒，同时还拿起十字架一起驱魔。由于恶魔过于顽强，直接就把智能眼镜和十字架毁成了渣。他将麦斯高高举起，大声叫嚣，德鲁则趁机捧起圣经开始诵读后面的咒语。随着咒语的结束，恶魔也终于现出原形，魂飞魄散。就在三人以为驱魔成功时，耳边却再次传来嘶吼声，同时烧成黑煤炭的道具师也爬了起来。原来恶魔并没有离开，而是附在了道具师身上。对此麦斯一脸疑惑，明明驱魔咒语已经念完，为何他依然留在人间？恶魔表示他根本就不叫亚蒙，并且也没人能查到他的名字，所以也不可能有人能击败他，因为是他编写了那个恶魔百科。说完便褪去皮囊，显露了真身。三人看着眼前的庞然大物一脸震惊，可恶魔撒旦却径直来到了镜头前。莱恩连忙让德鲁关掉直播，没想到话刚说完就被撒旦弹飞了数米。撒旦对着镜头不停传递自己的专属语言，同时对面的观众也是好奇的瞪大了双眼。然而就在直播终止前的最后一秒，撒旦却将信号线全部咬断，就此这场高达1800万人观看的盛大直播也完美落幕。虽然撒旦已经消失，但他给人类却带来了毁灭性灾难，因为那些观众全都变成了白眼狼，俨然恶魔埋藏在人间的活死人军团。他们对着身边的正常人疯狂砍杀，警察杀死了同事，男孩杀死了母亲，乘客杀死了机长，就连美国总统也没能幸免。世界各地瞬间陷入一片混乱。另一边莱恩也苏醒了过来，当德鲁问他停止直播的原因时，莱恩却表示自己并没有说过此话。难道是预知未来的上帝在暗中帮助人类消灭撒旦吗？而德鲁在经历过这次磨难之后，也更加珍爱眼前的女友，他决定放弃直播重新生活。只有麦斯失落地坐在角落发呆，他习惯性地打开手机，发现自己的私人账号竟成功涨粉400万。这一刻他又重燃希望之火，露出了诡异一笑。电影结束。在这个直播盛行的当今社会，个别垃圾网红就好似片中的恶魔撒旦，他们不断用言行举止残害着那些无知灵魂，而这些无知灵魂也终将会在他们的影响下复制出更多的垃圾，入侵你我的生活。如果不将他们扼杀在摇篮中，就算是个正常人也会慢慢发生病变，最终变成社会的毒瘤，就像电影里看直播的观众一样，丧失了独立思考和判断善恶的能力。其实恶并不只是单纯具象化的存在，而是通过直播在每个人的生活中被无限放大，善恶的边界很难界定，只有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才是真正的进化之时。